SpaceX 的 Starship 在点火一刻自动终止。SPCX 的股价已经也从高空坠落 ，SPCX 从$225附近跌破135 IPO 价，一路跌到$121左右。你之前没有上车，现在一定会想，是不是终于轮到我买了？如果你看过这条影片，应该记得我问过大家，要不要我用图表追踪 SPCX， 看看它有没有走出第一个 IPO base。这一集我就用最新图表把答案补上。还没看上一条也没关系，先看完这一集。因为这条片会先告诉你现在到底能不能碰，看完再回去补上一条，整个逻辑会更完整。我是 Rich 张富友，12年实战，我不靠报名牌，不靠内幕，用一套连10岁小孩都看得懂的强势股方法，带你顺着趋势找买卖点，看懂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走。技术分析真正有用的地方，不是预测明天涨跌，而是帮你把趋势、买点、止损和风暴比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交易决定。如果你想研究一家公司长期值不值得持有，那是 Chief Papa 的价值投资主场。但如果你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SBCX 这种热门成长股回档能不能追，买点在哪里，错了怎样走，这就是我的主场。以上内容只做教育和研究分享，不是个人投资建议。真正下单之前，一定要按自己的资金、风险承受能力和交易计划去决定。很多散户一看到跌破 IPO 价，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不是比机构买的还便宜吗？这句话听起来很吸引，但要讲准 IPO 价不是公司真正价值的保证书，它只是上市那一刻承销商、公司和投资者共同定出来的一个发行基准。上市后价格就交给市场投票，如果股价能够长时间站在 IPO 价之上，代表市场愿意给这家公司更高估值，愿意承接上市后的供给。相反，如果上市1个月左右就跌回甚至跌穿 IPO 价，代表市场正在重新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当初给的价格是不是太乐观？这不是说 SpaceX 突然没有前景， SpaceX 仍然有 Starlink， 有火箭发射能力，有太空基建和 AI 故事，也有马斯克这个超级市场叙事。问题是，股票交易不是只看故事，故事可以很大，买点可以很差，公司可以很伟大，股价短期仍然可以继续跌。你看这次的走势，上市后先被情绪推上去，最高到$225附近。那个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讲 SpaceX 是下一个科技巨头，是太空加 AI 加卫星网络，是散户终于可以直接买到的一浪核心资产。但市场很快就开始冷静，原本大家买的是太空梦、AI 梦、火星梦，现在市场开始问的是这个梦要花多少钱，债券市场愿不愿意继续便宜借钱，指数基金买完之后谁接力，早期股东解禁后会不会有人套现。这就是故事变成资本压力测试的过程，股价从高位一路回落，日线上每一次反弹高点都比前一次低，这代表卖压没有真正消化，每一次有人想抄底，都很快被上面的套牢盘压回来。所以跌破 IPO 价真正代表的不是捡便宜，而是信心测试。如果股价跌穿135之后，很快能重新收回来，后面又能守住，这叫破发后修复，还有机会慢慢做底。可是现在到7月20日，价格已经往121到$122附近找买盘，这代表市场不只是试探 IPO 价，而是把 IPO 价变成上面的压力位。所以现在你说它便宜，其实只是你觉得便宜，市场还没有同意。市场要同意，不是用故事同意，是用价格重新站回关键位同意。接下来一定要讲股权解禁，但在讲解禁之前，我想先把这条压力链讲清楚。SPCX 这次下跌，表面上是破发，但背后市场其实同时在看几件事。市场开始讨论新债表现和融资成本，意思是债市也在重新评估 SpaceX 长期烧钱和扩张的压力。做空力量增加，代表有人压住短期还有压力。被动指数资金之前因为纳入指数而买入，但这种买盘不是每天都有。再往后看，就是首次财报，下一次 Starship 试飞，还有分批到来的股权解禁。你把这几件事合起来看，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想用跌到 IPO 价所以便宜这么简单的答案去处理 SPCX。因为现在不是只有价格便宜不便宜，而是市场要消化的供给和疑虑正在一层一层出现。很多人听到解禁就会直接理解成一定有人卖，所以一定会跌。这样讲太粗，真正可怕的不是每一个 insider 都会卖，而是原本不能卖的股票慢慢变成可以卖。
供给增加，市场就要用真正买盘去消化。IPO 刚上市的时候，流通股份通常有限，股份少，股市热，散户 FOMO，机构又要配置，股价就很容易被推得很高。你可以想象成市场里面只有很少货，但很多人同时想买，价格自然容易被炒上去。但解禁期到了，情况就不同。早期投资者、员工、部分内部股东，如果规则允许，他们就有机会把手上的股票拿到市场卖。这些人不一定是不看好公司，有些人只是想套现，有些人资产太集中，有些人工作多年，终于有流动性。这些都是正常人性。问题是，交易者不需要猜他们心里怎样想，交易者只需要问：如果供给变多，买盘够不够接？按照目前市场看到的解禁安排，SPCX 不是单一一天全部放出来，而是和首次财报不同时间段条件挂钩，后面可能有大量股份逐步变成可交易。市场现在最紧张的一个数字是至少大约13.7亿股的潜在供给，后面还可能有其他批次。你不用把每一个数字背下来，但你要明白它代表什么。未来几个月，市场不只看 SpaceX 的故事，也看买盘能不能接住新增供给。如果在解禁前，股价连130到135都站不回，甚至每一次反弹到124、125附近就被压回去，这告诉你一件事：市场暂时没有很强的抢货意愿。那你在125以下冲进去，不是在买确认，而是在赌有神秘买盘突然出现。相反，如果股价先在121、122附近止跌，很快收回124、125，成交量放大，后面又能站上130，再去挑战135，回踩不破，这就比较有意思，因为那代表即使有压力，市场仍然愿意接。所以解禁不是叫你一定看空，它只是提醒你，现在不能只看跌了很多，你要看跌下来之后谁在接货，供给增加之前，价格有没有先给你强势证据。前面我说过，上一条 SpaceX 影片留下的问题就是 SPCX 后面有没有形成 IPO base。这个名词听起来很专业，但你可以先用一句话理解：新股上市后，如果第一波热情退下来，股价没有一直跌，反而在一个区间慢慢停住，卖的人越来越少，买的人开始愿意承接，后面再放量突破，这才叫有机会形成 IPO base。换成更白话一点， IPO base 不是跌很多， IPO base 是跌完之后停得住。所以现在 SPCX 有没有形成？我的答案是还没有，因为到7月20日，它不是在$135 IPO 价附近横行整理，而是已经跌破135。7月17日收在$123.99， 7月20日收在$121附近，盘中低见$120.1，创上市新低。这代表市场还没有告诉你，这里就是大家愿意重新接回来的位置。你看日线，不用把每一条线都背下来，最简单只看一件事，股价现在还在10日线和20日线下面。10日线、20日线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平均成本。股价在平均成本下面，而且离得不近，代表上面有很多人被套住，它每次反弹上去都可能遇到一批人想少亏一点先卖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因为它从225跌到121就说它变安全，跌下来只代表价格低了，停得住才代表买盘开始出现。现在我会先看121到$122，这是最近的新低附近。如果这里守不住，而且跌穿后又收不回来，那就不是底部整理，而是继续往下找买盘。普通散户在这种位置猜底，心理压力会很大，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承接位在哪里。如果121到122先守住，接着能收回124到125，这叫止血。止血的意思不是马上转强，只是代表卖压没有继续把它往下打。再往上130到135才是修复区。130是短线反弹压力，135是原本的 IPO 价。以前135是大家希望它守住的地方，现在跌穿了135就变成它要重新收复的地方。小时图也一样，不用讲得太复杂，你只要看到一个画面，每一次反弹都比前一次更低，每一次跌下去又打出新的低位，这不像在做底，这像一级一级往下走。真正要反过来，至少要先停止创新低，然后反弹能站得住，回落也不再跌穿前低。所以这一章的结论很简单， SPCX 现在还不是一个完成的 IPO base， 它值得放进观察名单，但还没有给我一个普通散户可以安心上车的买入讯号。
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，技术分析不是划线给自己壮胆，而是帮你分清三件事：它有没有重新变强，哪里才是比较合理的买点，如果我看错了，哪里要走。这三件事其实就是银饰技术公益课里面最核心的能力，先找强势，再等买点，最后一定要知道错了怎样保护自己。如果你真的想买 SBCX， 我会把它看成三盏灯，现在不是绿灯，只能说还在等第一盏灯亮。第一盏灯是先止血，也就是121到122美元附近不要再破，或者就算短暂跌穿，也要很快收回124到125。这代表市场不再急着往下卖。对很短线、很有纪律的人来说，这种位置可能可以用很小的仓位试，但错误点一定要很清楚。如果又跌穿新低，而且收不回来就走，但我讲清楚，这不适合大部分投资小白。因为很多人嘴巴说短线，真的跌穿之后又开始安慰自己 SpaceX 长线很好，我再等等，这样就不是交易计划，这是把止损变成信仰。第二盏灯是修复破发，也就是股价重新站回130到135，130代表短线压力先过去，135代表 IPO 价这条心理线被修复。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冲上去一下，而是冲上去之后不能马上掉回来。如果站回135，又能在附近守住，才代表有买盘愿意接。第三盏灯是重新变强，也就是股价不止收回135，还能慢慢站回10日线和20日线，尤其是148到152这个区间。如果到时候成交量也跟上，才比较像市场真的从跌升反弹变成有人重新推高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我不是买不到最低点吗？对，我本来就不追求买最低。最低点通常只有事后才知道，真正能让你长期活下来的，不是每次都买在最低，而是等讯号清楚一点，让自己的错误点更近，风险回报更合理。历史上真正漂亮的 IPO base 也不是靠猜最低点赚到的。2004年的谷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谷歌 IPO 价是85美元，上市后先冲上去，之后回调大约13%，但它没有一路崩下去。而是用10几个交易日整理，让市场把卖压消化掉。真正有用的讯号是后面放量突破，而不是第一天兴奋追高，也不是跌下来就闭眼抄底。亚马逊和雅虎早期的大行情也是同一个道理，重点不是他们后来涨了多少倍，而是他们在早期给过市场一个清楚的整理和突破讯号。你要学的是顺序，先停住，卖压变小，再突破，不是反过来。先因为故事很大就买，然后希望图表自己变好。接下来 SBCX 还有2个消息会影响情绪，首次财报以及下一次 Starship 试飞。但消息本身不是买点，市场反应才是买点。财报看起来不差，股价却高开低走，这不是好现象。消息有争议，但股价跌不下去，反而可能代表坏消息已经被消化。Starship 也是一样，试飞成功不代表股价一定涨。试飞再出问题，也不代表公司完蛋。我要看的永远是消息出来后，股价有没有守住该守的位置，有没有收回该收回的位置。所以我的交易答案很清楚：121到122先止血，130到135重新修复，148到152再看它是不是真的转强。这些讯号没有出现之前，我不会因为 SpaceX 故事很大，就急着把破发当成买点。所以到这里你会发现，银饰技术公益课不是另一件事，而是刚才这张图延伸出来的能力。刚才看 SPCX 的日线和小时图，其实已经暴露出很多散户真正的问题。你不是不知道 SpaceX 很有话题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它从225跌到124，你真正卡住的是跌回来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？121、122算不算短线底？站回130、135算不算修复？跌穿120要不要走？这些问题全部都不是靠多看一篇新闻解决，而是靠一套交易规则解决。这次是 SpaceX， 下一次可能是 Nvidia， 也可能是 Tesla， 之后又可能是另一只刚上市的 AI 新股。题材会变，但散户的情绪很像，没买时怕错过，暴涨时想追，跌下来又想抄底，真的跌穿关键位又不知道该不该走。如果你每一次都是这样交易，问题不是你少看了一篇新闻，
问题是你没有一套规则把新闻翻译成买点、止损和风险回报。你看这3件事顺序不能倒过来。很多散户一开始就问能赚多少，真正有系统的人一开始先问我错了怎样走。如果你这一集听完发现自己以前经常没有这个答案，我建议你先去看我准备的60分钟银市技术公益课。这堂课是免费的，目的不是叫你买 SPCX， 也不是给你下一个股票号码，而是带你把刚才用在这张图上的几个基本决策看明白。怎样找强势股，怎样等买入点，怎样先定止损位，怎样算这笔交易值不值得做。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学很复杂的 IPO base 或 VCP， 你要先建立一个最基本的交易防护网，知道什么叫可观察，什么叫可买入，什么叫错了要走。这样下次你再看到 SpaceX 这种超级热门股，就不会被情绪牵着走。如果你不想每次都在暴涨后追高，又在跌破关键位时硬撑，连结我放在下方。想学会自己判断买点、止损和风险回报的朋友，可以先去听。最后，我想把这一集的答案讲得很清楚。SPCX 跌破 IPO 价，不代表 SpaceX 没有前景，也不代表你永远不能买。它代表市场正在重新定价，代表第一波上市情绪已经退潮，代表接下来要看真正买盘能不能消化供给。如果你之前没有上车，现在最好的心态不是终于轮到我抄底，而是市场终于给我一张图可以开始观察。121到122是短线止跌观察点，不是买入保证。124、125是先止血，130、135是破发后修复，148、150附近才是更有利的均线修复门槛。如果它连121、120都守不住，反弹又站不回124、125，我不会急着接。如果它能站回130、135，回踩不破，我会开始更认真看。如果它能站回148、150，成交量配合，并且在解禁和财报附近仍然有承接，那时候才比较像一笔值得研究的交易。所以我这一集不是叫你看空 SpaceX， 也不是叫你盲目错过。我的核心提醒只有一句：大故事可以放进 Watch List， 但买入一定要等讯号。接下来科技股进入业绩期，如果你想我下一条片仔细分析特斯拉、谷歌和英特尔的财报，可以留言打财报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。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化的讲给你听。也请你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。再提醒一次，今天内容只做教育和研究分享，不构成任何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。